新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大家早安，欢迎透过智林体育台以及 HotSports 的现场直播，一起来欣赏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射箭项目。待会在我们国立暨南大学要来进行的比赛就是射箭项目的比赛。您好，我是这场比赛的主播周伟林，在我身旁的讲评是我们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审判委员召集人陈丽如老师。这场比赛将由我们2位为大家带来比赛解说的服务。老师早安。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好，稍后在我们南投的国立暨南大学就要来进行的是射箭的比赛。那待会的项目呢，会是这个我们反曲弓项目的赛事，而且待会会先来进行女生组的赛事对铜牌战。对，铜牌战。然后女生的铜牌战完了之后是男生组的铜牌战。然后再来是女生组的金牌战以及男生组的金牌战，所以也请观众朋友持续的锁定我们 HotSports 的现场直播以及智林体育台的镜头。好，那在比赛一开始要先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虽然我们看比赛可能都是对射箭已经有一定认识的一些朋友，但是还是想要来介绍一下说，在反曲弓跟复合弓这2个项目，他们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别？反曲弓的话，其实比较借助射手的肌肉力量，那也就是说，射手在做开弓瞄准的时候，那他肌肉去承受的力量是越重。那复合弓的话，它是上下的弓臂的2端会有滑轮，也就是半机械的状态，用杠杆原理的方式，让射手就是在开弓瞄准的时候有省力的一个装置的一个瞄准的精准性。所以这两种弓的一个特性就会区分开来。那在赛制上也会相对的不同，有在距离上50公尺，复合弓是50公尺，复合弓是50公尺，对，那反曲弓是70公尺。那靶子的大小也区分开来，让这2种项目的一个特性，整个就是差异就不同。对，那比赛的刺激性也不同。好，观众朋友们，您可能如果平常你是对射箭有了解的话，应该知道说，在我身旁的我们陈丽如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我们射箭国手。我来介绍一下老师的过往的背景，因为老师您是双栖国手，对吗？对。双栖国手就是复合弓跟反曲弓这2个项目你都有参与过。那老师当然你过往最有名就是也是我以前有看过，就是2004年雅典奥运的反曲弓的团体铜牌，对。然后还有2014仁川亚运的复合弓的团体的银牌，另外还有2019荷兰世界杯的团体金牌。对，所以老师就是过往是有着非常丰富资历的射箭选手。那您现在同时也在当教练，对，所以您是在文化大学，对，文化大学，对。然后同时间您也在文化大学就读博士班，对，钻研就是射箭这部分，对。好。之前我在媒体访问，好像有看到老师说，您参与射箭项目是不是已经快30年？对，没有，大概28年。28年，对，因为30是一个集聚。对，好，所以28年比较精确。对，28年。好，所以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刚刚在开播前有跟就是我们老师来聊到说，您就是从一开始参与射箭项目就非常投入，而且非常喜欢。对，但是以我这种外行来看，我会觉得哇，射箭选手在场上其实是非常需要高度的专注力，感觉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个运动项目啦。就不知道老师说你一开始是怎么参与到射箭这个项目？当然，以前过去在国中的时候是田径的项目。好，那到高中的时候那就读中立家长。
对，就是中报考立家商中医家商，对，然后他们有就是欢迎转向的选手。那我同学当然也有篮球队啊、田径队的这样，那也就很顺利的考上。然后，所以我在从事射箭是从高一，就是15、16岁的时间开始从事这样。所以从高一，然后就一路一直到现在。对，所以我所从事的时间是1996年，哦所以我都笑称1996说我是2000年前的射手。对，就是跨世代的传奇射手，一年一年累积，一年一年累积。有时候慢慢会觉得，这也是蛮奇迹的感觉。是，对。好，待会在我们暨南大学要来进行的比赛，就是我们反曲弓项目的女子组的铜牌。那待会要来进行对战的2位选手，分别是李云贤以及黄真燕。好，今天在暨南大学，其实现场看起来天候状况是还蛮不错的，而且现场是没有下雨的。而且刚刚在来到暨南大学的过程中哦，就发现哇，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投，而且来到暨南大学，发现这是一个好山好水，而且非常适合射箭比赛的一个地点。对，今天天气其实相当的稳定，相当的好，早上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毛毛雨。那其实，在南投的一个环境下，其实四面环山。那其实过去以前我的经验，来南投比赛，其实蛮多破纪录的选手，好像这一次的比赛。这次比赛，我们昨天的排名赛是下午的复合公主吴东红选手，他就打破了大会纪录，对双局跟单局的大会纪录，对，他单局是以346对破大会纪录，对，那双局就是以672分破大会纪录，对，所以其实，在风向外在干扰的一个情况下，风向的环境干扰，其实在南投这2天的一个环境上，其实对选手是有利的，是有利的。反曲弓女子组铜牌赛，我们请教练选手进场。好，所以待会教练以及选手就准备要进场了。好，待会就像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将要由台中市的李云贤选手对上的是来自于新北市的黄真燕选手。待会的项目是女子组的铜牌战。李云贤这个选手其实蛮特别的，其实他还从事射箭，他曾经参加过2016年的里约帕运，对。那他现在其实这近3年，他改设复合弓，对。那其实我们的就是身障运动会，其实很特别，帕拉运动会其实很特别，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内选手数其实不多，所以很多选手就一个人会报2项，然后报不同的项目。对。好，为介绍，第1把台中市李云贤。好，所以待会在我们画面的左边，就是现在画面身着浅蓝色 polo 衫的，就是李云贤选手。那在画面的右手边就是黄真燕选手。所以待会比赛即将展开。我们会看到就是李云贤选手，他是呈现坐姿，那右边的那个黄真燕选手，他是就是坐轮椅的方式，是。那当然也会有差别，就是说，就是像李云贤选手，他就是小儿麻痹，是，对。那他就是可以使用拐杖，去就是行走，但是所以障碍就是障碍类别就是是不太一样的。应该说他们分级的部分的话，是在同组。那射箭的话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分级。对。那他们就会分在同一组。对。因为我们本次这个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是有分成4个障碍类别。其实应该说我们的就是规则上会有分 W1，以及 W2。那 W 也称之为 Open 组。那可是国内W1 就是多重性障碍，其实的选手是没有。
我目前知道是一个。好，那其实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就是那个Open 组是 W1 的一个级别这样。是。好，现在比赛正式展开。4分，对，在4分8点的4分。所以这是林云贤选手的第一个分数4分。那刚刚黄真燕选手的第一箭是没有射到分数的。对。因为我们在决赛场没有，其实射手是没有进来去试射，那所以其实选手一进来这个比赛场，他必须在第一箭去马上去调整他的一个就是瞄准器以及他的动作状态。4分，对。因为以刚黄真燕选手在第一箭来说是没有射到分数的，所以可能对他就是一开始还在说适应这个场地。偏低3分，7分，那个7.3分。哦，因为我们反曲弓的赛制啊，它是3支的加总，然后去抢点。好，赢的那一方是拿2分。拿2分。对。好，那现在就是各得同8分。对，各得8分，就是各得1分。对，总分是8分的话，总分8分。对。所以他们比数是1比1。好，所以这是2位选手在第一回合各拿到1分的积分，因为各是得到了8分。对。好，那打前裁判去判定，那如果是有压线的话，有没有？那就会给射手高分。对。他如果压线的话，如果有压线的话，对，箭杆有压到那个环数的线，黑线有没有，就会判定为高分。是。好，所以这个项目的抢积分制的话是抢6分嘛？对，抢6分。OK， 好，所以这是2位选手要来进行第2回合的赛事。讲第2回合这样正确吗？对，第2回合。所以第2回合的比赛要准备来开始。那以现在画面上看到2位选手，因为他们是身心障碍的选手，那他们跟一般的选手来说，其实会比较辛苦的地方，老师好像有讲到是说在核心的部分。对，他们就是在入门的时候，其实在就是因为他们是有一些是坐姿的，好，那他的就是如果是脊髓损伤的选手，他的下肢力量是没有感觉，所以他在做一开始启蒙的时候，去学做动作的时候，他会比一般人有没有还要来得辛苦一点。是。那我有请教过像台中的关德才老师，他有在发展，就是他也是李云贤的教练。他说其实身心障碍选手，他从入门到他能够射70公尺，他甚至要1年半的时间。9分。1年半的时间。对，尤其是像反曲弓，他一定要靠借助射手肌肉的力量，对，然后去开弓稳定性的一个情况下，对，那他就完全用上肢的一个力量。对，那像李云贤的话，他是小儿麻痹，是，好，所以他的那个就是说他核心的部分有没有？当然，我觉得其实射手在射久的时候会抓到一个就是如何身体去协调控制的一个诀窍，对。那他其实也会来自于说他常常去做练习，然后给自己的反馈越多的时候，他的那个信心会越高。3分。好，我们看到黄真燕选手在这个回合的2支箭都射到了蛮不错的分数。3箭5分，5分，5.5分。再来是林云贤选手的第3箭，对，9分，9分。对，但是在这个回合，黄真燕选手的分数是比较高21比18，所以是由他来拿下了这个回合的2分的积分。那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除了选手啊，他们两方在对战以外，有没有？其实还有那个站在后方的教练，对，他必须要去帮他观察，就是他的动作，以及说风向，
或者是他平常训练的时候他的习惯，对，然后让他适时的去调整，对。所以你看他比赛的时候，他既然发射出去的时候，你看选手他会回头去看他的教练，对，能够给他什么样子的建议这样子。因为以刚刚李云贤选手在第一回合好像是有一支箭是第一支箭是得到0分的，对，但是后面随即其实就修正回来，然后在第2回合就做得蛮不错的。对，因为其实，在就是国际赛有没有到奖牌赛的时候，就是像现在一样，就是交互发射。我们的赛制就是一个人20秒，然后第一把射完换另外一方了没有，接着发射。那你在半准决赛以外的时候，都是大家各射各的。那那个紧张的感觉跟进去 final 场的时候，那紧张的感觉是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好，现在待会要来进行的是第3回合的赛事。目前在积分上是新北市的黄建业选手3比1，暂时2分的领先。积分低的射手先射，对，先做发射。OK， 所以现在由林贤选手来进行第一把箭，第一支箭。6分6.6。3分哦，3分。4分，4分，这是林贤偏低选手的第2分。因为你刚刚黄真燕选手的3分箭偏高，第一支箭好像，因为以我这样看，他是不是最后可能手哪里有一些状况嘛？因为感觉他好像最后稍微有比较抖一点点嘛，还是说就是在临场的发挥？对，因为其实在比赛的时候，其实射手的一个心跳率是会提高的。那他在参与这个射箭将近 final 场的时候，其实万众瞩目的时候，其实他的紧张程度、心跳率一定会比一般平常就是比那个半准决赛之前的紧张度一定不一样。一定不一样。哦，好，所以这个回合是林贤选手获得了胜利，所以由林贤选手在这个回合得到了2分的积分，两边3比3的平手了。所以你看他在瞄准的时候，他可能手会稍微抖动了一下。那其实也是射手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及时能够调整自己。所以2位选手现在战成了3比3的平手了。比赛的结束，双方各获得3点1点，暂时平手。所以两边现在势均力敌哦，3比3的平手。以刚刚老师这样看，如果有看到选手可能就是没有得到分数，0分的话是拖把的意思吗？如果是有就是这样，可能0分或是积分比较低的状况。就是箭没有射在得分区靶上的话，对。老师，您会给选手比较什么样的建议吗？如果是以刚一开始分数比较落后的话，对，其实也会告诉选手，其实放开射，其实箭射出去了，其实就拔不回来了，那你就不要再想了，对。那能够进去决赛场，其实就是一种肯定，对，因为进去决赛场，其实过程千变万化，你看起来好像会赢，到最后可能到最后加射，对。哇，所以林贤选手的这一攻是 miss 哦，没有得到分数。6分。7分，哇！这支箭对林贤选手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第一支箭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分数，所以现在2个人相差了4分的分数。
当选手其实越在意分数比重的时候，其实尤其是现在交互发射一支箭20秒，他必须要在20秒内把箭发射出去。哇，10分。10分，神奇的10分，神奇的10分，因为刚黄正彦选手在第一次拉弓的时候是没有发射的，对，所以这一支弓反而他不紧张了，对啊，对，就反而他得到10分，只要箭能够出去，他就阿弥陀佛的感觉。好，所以在这个回合是黄正彦选手拿下了2分的积分，5比3了，对，那就看最后一盘，因为5比3，那抢6分的积分的话，对黄正彦选手来说，在最后这一回合，即使是平手，那他一样可以拿下胜利。对，所以要坚持到最后一支箭。对，那当然，李云贤选手有把握机会坚持到最后一支箭，其实到最后加射，其实结果很难说。很难说。对，这也是这项静态运动有没有迷人的地方？对。因为我每次在看射箭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最紧张的就是在那个射手要准备拉弓，然后大家屏气凝神在关注的那一刹那。好，所以待会一样是由积分较低的李云贤选手要来率先做发射。8分。我这一支箭其实也会给对手有压力的感觉，对，因为其实赛末盘了。对。好，6分。这是李云贤选手的第2支箭。8分，又是8分。这样压力就要抛给了黄正彦选手。因为其实毕竟李云贤选手其实过去也有参加过里约奥运，对，那也是蛮成熟的反曲弓射手。是，对。里约奥运应该是2016年。对。哇1分。对，所以刚刚真的压力抛给了黄正彦选手，在这支弓只有得到1分了。5分。 8分加8分加5分是21分。所以在这个回合，即使黄正彦选手第3支箭得到10分，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分数。好，所以黄正彦选手第3支箭是满分的10分，但是这一回合还是由李云贤选手拿下了胜利，所以两边5比5的平手了，就是加射1支。对，哇，加射1支，那个压力就会更大。对，压力更大了，就是 win or go home 了。那李云贤选手其实他近这3年，其实改射复合弓、反曲弓的话，其实蛮明显。其实他的动作其实在射箭的一个算是射型上，其实他的动作就直线动作就会蛮固定。那我想应该是这2-3年，其实他都是在准备就是复合弓，是对奥运门票的部分亚运。那其实反曲其实。我想相对就会挤压掉反曲弓在练习的一个时间，对。好，两边选手要来进行加射。因为老师刚刚有讲到一个说，就是动作固定这件事情，其实对选手来说很重要的。当然，他的射型的直线，然后以及他的稳定度的话，没有两方的选手其实在一个成熟这种状态下，他的固定稳定，就像可能像黄正彦选手，他的一个就是说弓的摇晃度，对，还是会有，就是好像比较大一点。对。
所以这一回合就非常的重要了。第一支箭，看得出来，真的压力非常大。射手还要过夹箭片，有没有？所以他的力量的张力，两边的两臂的延伸有没有？必须要去做平均。对。好，黄正英选手的第一支箭是6分。好，这个7分。7分。7分。有压在线上。有压在线上。好，所以李英贤获胜。李英贤获胜，恭喜李英贤选手，而且他是后来居上哦。对。虽然在落后的情况下，不过最后加射是射下了7分，所以恭喜他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所以以李云贤选手来说，拿下了这次女生组的铜牌，因为他一开始是落后，那在最后在调整上，在调整上，因为以我这样外行看，我觉得好像李云贤选手的动作是比较稳定一点。对，当然，所以我来看啊，我会觉得说有个下午的复合弓是女子个人会比较精彩，因为其实她这段时间应该会都比较投入复合弓。对，那其实射箭是一个精准性的运动，它必须要就是手感，对，感觉这样。对，那你比较常去练复合弓的话，那对于反曲弓其实动作是有，那但是那个熟悉度，对，熟悉度上有没有？那我想他可能今天早上这样子对抗赛，他开始慢慢找回他以前找回的感觉了。对。所以以这个我们陈立茹老师，您也是双栖的选手嘛，在练反曲弓跟复合弓这2个项目，在练习上，你觉得最大的差别会是在哪边？最大的差别的话，其实复合弓它在瞄准的精准度上有没有？它的器材的讲究其实就会比较多因为其实我们距离比较近，350公尺，靶子比较小的，所以当然相对的就是对手的分数跟我们的一个较劲上是很接近的，因为我们是积分制。对。那个基点制反曲弓的话，是3支1盘。对。那相对的，其实包括你的应该说训练时间，反曲弓的训练时间其实也会比较长一点。对。因为因为我们在射反曲弓的时候是带着指套嘛。对。那带着指套的话，其实射手在做训练的时候，其实手指的一个指头关节的一个应该说耐受度，对，然后以及手感，对，因为其实你手指痛就没有手感，当然，对，那会痛什么？你的肌肉量的跟韧性不足的时候，强度不足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会就是稳定性不好。好，待会要来进行的是男子组的铜牌战。请选手准备。现在2位选手都已经进入到了比赛场地。我们第一轮由第一把洪正金冲绳发射。左边洪正清是桃园市的选手，右边李炳玉有没有是台中市的选手？台中市的选手。待会会由洪正清选手要来执行第一支箭。对，洪正清选手他也去年的6月捷克，他去有当选过我们代表台湾去比世界杯的锦标赛国手这样。5分。所以他也是一个有国际赛经验的选手。是。8分。8分。我们选手一进来这个比赛场，他就开始在调整。对。因为这个比赛决赛场是没有试射。对。
5分。对，就像老师刚刚提到说是没有试射的，对所以对两边的选手来说，第一盘的这3支箭其实都还蛮重要，就是要来调整手感。对。8分。李秉玉选手啊，他也蛮特别，他是也我去年出国的时候，我在国外转机5分。在国外转机的，遇到他，他去比击剑，哦，比击剑，击剑的比赛，他也是击剑的国手，是，对。所以李秉玉选手就是射箭10分跟击剑，哇，10分哎！哦，李秉玉选手在这个回合第一回合的3支箭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分数，总分是26分。那洪正清选手的3支箭总共得到15分，暂时以2分的积点领先。所以第一回合的2分的积分是由李秉玉选手所拿下。所以在每一回合结束之后，前面都会有一个拔箭员，然后跟把前的计分裁判，计分裁判。好，那现在把前计分裁判在判分的时候，然后拔箭员拔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教练就可以上前去跟选手有没有大概聊一下，然后提点一下说刚刚哪里可以修正。而且是不是拔箭员好像也蛮多，可能会是可能选手的亲朋好友，对吗？还是说对，就是可能是先生啊、太太啊，或者是自己的小孩，对。那当然，我们如果选手出来比赛，我们大会也有，就是如果没有亲友来或者是教练，因为像一个县市选手3个。那一个教练，那可能一个教练要去拔3个选手的话，没有，我们大会有提供技术人员，有提供技术人员。好，所以第一回合的2分积分是由李秉玉选手所拿下，所以在第2盘是由积分落后的洪正清选手要来执行第1支箭。6分。哦，这支有压线，有压线，所以是6分。这支箭好像射出去的时间是比较久一点。7分。7分。两边目前是1分的差距。7分。所以洪正清选手在这一盘的2支箭的分数都比前一轮来得高。10分。哇，10分。第3支箭得到了9分，渐渐抓到手感。所以这一回合的这3支箭的分数其实都比前一回合来得高。10分。哇，又是一支10分箭啊！分正5分。更正10分。对，所以应该是10分箭没错了。要把它当击剑打，拿了就放了。对啊，看他射箭感觉很轻松啊。所以这一回合是27分的积分，再度拿下了这一个回合的胜利，得到了2分的积分。对，所以我现在场上有没有就会看到教练向前去跟选手就是讲一下刚刚注意的，第2轮结束由第2把，或者是加油啊，细心喊话一下。所以教练的角度来说，在比赛当中，其实当然技术上一定是没什么问题，所以你们可能比较多会给的建议就是心理上。对，因为其实已经到 final 场了，其实就是在比心理的状态，对。
所以目前积分是林秉煜选手4-0，暂时的领先。由洪正清会先发射。在第3盘由目前暂时积分0-4落后的洪正清选手，要来率先执行第1支箭。他是来自于桃园市的选手。7分，7分，在11.7的7分的高度。有咯，9分，9.9，对他的箭着点的高度其实都相对蛮稳定的，对。所以这个高度的选择，其实对选手来说也是10分。哦，10分，这是洪正清选手在这一次比赛里面的第1支10分箭。哇，偏高5分，12.5。对，刚刚那一只有点感觉像扯到的感觉。扯到的感觉。对，扯到意思说手可能就是在没有在一个好的一个甜蜜点的一个频率上8分放箭，对，它容易扯到往上推。是对。好，25分。所以即使林秉煜选手在第3支箭得到10分，也还是没有办法拿下这一回合的胜利。5分。这个时候其实后方的教练其实就蛮明显在提醒他，对。对，他担任他的教练就是场上的教练是陈坤成教练。陈坤成教练。对，他也是蛮有经验的教练，对。哦，那场上洪正清选手的教练是李佳慈教练。李佳慈教练，对，在画面右手边。对，他也是常年就是带国家队去比亚奥运、世界赛、世界杯，对，也是曾荣辉选手没有？我们过去2008、2012的帕运的个人铜牌，对，对带的教练，执行教练，对。所以2位教练其实也是相当有经验的，对的教练。对。好，所以洪正清选手在第3回合拿下了2分的积分，现在追到2-4。9分，有了。9分，压在线上。5分，5分，11.5。所以反而是在已经取得4-0积分的领先情况下，林秉煜选手在第3跟第4盘好像分数就稍微比较低一些。7分，12.7。我刚刚看林秉煜有在调整瞄准器，后方的教练应该有给他建议。8分，9.8，对，9.8。9分，9分加7分加9分，所以是25分。所以其实开局有没有前面的第1箭、第2箭，其实也会对于说两方在对战的时候，在心理上有没有互丢压力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戏剧化的一个变化。对，当然你第1箭你是先发射的选手，你的箭的落点其实就会把压力丢回给对手。对。好，所以这一回合是由洪正清选手又再度拿下了2分的积分，25-20。两边的选手现在是积分上是4-4的平手。对，接下来一盘就是赛末点，其实就是最紧张的时候。对。这是男子组的铜牌战，所以这2场铜牌战都
战得非常这场的激烈哦。看弹道点蛮明显，就是射手都普遍明显偏高。哦，对，所以明显偏高的话，是对代表说，可能再看刚刚可能我觉得应该教练有观察到，就是风向旗是顺风。哦，对，那就给选手建议，是，对， 9分，调整瞄准器往上调。嗯， 3.7， 7分， 3.7，对，高度其实都 OK，就是左右键。所以老师您在判定那个点几分的话，您的判定方式是说，只是把它看成一个时钟，哦，对看一个时钟，然后再去先报方向， 5分对，时间的方向，哦然后再来是报环数，对，好 OK。有8分哦， 8分，所以两个人目前是相差1分，目前是4比15。哇，第3支箭非常重要咯。8分， 8分，分数总和是22分。李冰一选手第3支箭，哦，赢了，哇，10分，哇，相当精彩。真的，最后这一支10分箭，李冰一选手就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最后的分数是这一回合25比22啊。应该等等要来最后这个拔箭员拔完，然后跟前面的裁判裁判会做手势，对做手势来确认最后的积分哦。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要恭喜画面上看到来自于台中市的李秉玉选手拿下了本次男子组铜牌第2把被裁判确认，我们恭喜第2把台中市李秉玉获得反举弓男子组个人铜牌。好，我们也恭喜画面右手边来自于台中市的李秉玉选手拿下了本次男子组的铜牌哦。在最后的一盘呢的最后一支箭射到了10分的积分神奇的，10分，对出现在最后一支最关键的时候，对。而且一开始其实他的积分是4分先领先的，但是被对方连追了2盘，嗯，然后在最后一盘的最后一支箭射下了10分的神奇的对10分哦。因为其实这2年一次的全国身障国民运动会，其实选手他有机会能够上场去做交互发射，他2年一次，对。所以其实他们在接触，就是说都可能平常的一些锦标赛，那能够进 final 场，大家就是运动会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规模，对，转播这样子。对。那其他的可能锦标赛的话，没有，可能就是在场地上，没有像这样。接下来我们即将进行反举弓女子组个人金牌赛，所以那个紧张程度没有。我相信他们在其他的锦标赛，其实可以表现的很好。那但是当一支交互发射的时候，有没有那表现出来的一定也会不一样。对，尤其是而且两边的选手，其实在发射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就是选手的右前方，其实会有一个大荧幕，对，它的荧幕看到的就是现在就是网络转播出去的画面，对，就是在我们主播球平台的右前方。好，所以铜牌战女子组跟男子组的赛事都结束了，待会要来进行的就是金牌反曲弓的女子组的金牌战，将由桃园市的许秀珍选手对上的是来自于台北市的陈兰怡选手。那2年一次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这次是来到了南投。那前一次2年前是在台中嘛？对，所以南投现在
这个准备了2年之后，这一次其实准备的非常的好。那这一次的射箭项目是来到了这个好山好水的国立暨南大学。桃园是许秀珍。现在来进行的是两边的选手介绍。第2把台北市陈兰怡，现场裁判周明熙。第1轮我们由第2把陈兰怡先行发射。好，所以待会会先由台北市的陈兰怡选手来率先发射。我们现在看场上有没有，其实风向旗的飘动其实蛮缓慢的，对，是一个顺风的状态。顺风的状态，所以这个风势对于选手来说应该是最适合。5分。其实影响其实就不太大。哦。好，陈兰怡选手的第1支箭是5分。放箭节奏很快，5分。放箭节奏，所以在教练您在训练选手上，这个放箭节奏是也会特别来。当然，他的过箭的一个时间秒数，其实越短，其实对选手的紧张，对，跟胡思乱想的时间比较短。哦，拉开就放。在三miss，那其实他们的第1回都是一个就是在抓感觉，方向，瞄准器的偏高偏低左右的一个状态的。5分。所以这支箭就是3点钟的5分嘛。对。miss， 所以许秀珍选手第3支箭是 miss， 应该是陈兰怡选手的第3支箭也是 miss。8分，所以5分、8分，总计18分的分数，所以是由许秀珍选手拿下了2分的积分。现在积分上是许秀珍选手暂时2分领先。那其实像第1盘有没有像选手其实他在第1盘表现上没有这么的，就是说精确掌握到就是箭着点的话，没有。其实像场上的一个教练，其实也会在后面去安抚他的情绪，以及告诉他说，刚刚那个技术动作上面没有哪边需要去快速去调整，对。那基点制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刚刚那一盘结束了，那你的下一盘再调整回来，你还是有机会获胜。对。等于说前一回合其实射完那就算了，就赶快调整。对。其实都还是有机会可以拿下比赛的胜利。对。因为都站上金牌战了，其实大家的实力差不多了。都差不多，就是比两边选手临场的反应。调整上，12.9分。对，这是9分。9分，对，9分。很明显，许秀珍选手，他在上一回他的放箭速度有没有，就是比较快，就是比较快。对，刚他也不会想太多，对，啊，非常快，箭就射出去。对，9分。9分。陈兰怡选手有没有？他的放箭节奏也开始变快了，对。可能也想说，已经走到这里了，拉开就放吧。对。9分，9分，对，哇！所以这一盘两边的选手，哇，刚画面上看到陈兰怡选手也
稍微有点穿苦油，就是感觉到压力。他的放箭时间就开始第一盘还要来得快，对，可能有听到我你的呼唤了，对，快一点，射快一点就对了。对，9分、9分、7分，合计是25分的分数。对，9分。哇，9分！哇，这3支箭都得到了9分，所以27分的分数。所以这一回合的2分积分一样是由许秀珍选手来拿下。那其实，在2分的时候，其实就蛮明显。其实，桃园市的选手，他的一个许秀珍有没有？他的放箭节奏快，其实可以想象，其实他应该在训练的时候有没有他的一个，就是说训练次数上，以及他在就是说动作调整上有没有？其实他动作调整上，其实很明显，他的射离应该不高，然后呢，因为我比较熟悉的人就是李云贤选手，对，然后但是这个许秀珍选手其实蛮明显的，就是他的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落实在你比赛的时候嘛，那他练习的时候应该放箭速度就蛮快的，对。就是从练习的时候放箭速度就很快，就一路延续到他比赛的时候。对。因为应该不太可能练习的时候放很快，但是比赛的时候变很慢。应该比较不会这样。有时候在比赛的时候紧张，他有时候步调开始会变慢。那他其实也会靠出后面的教练告诉他说：“你的节奏快一点，对，跟你平常不一样的。”4分。哦，4分。这也是许秀珍选手在这场比赛里面分数最低的一支箭。miss 掉。他依然节奏是对啊，一准备就已经发射了，所以13分的分数。偏右的2分。2分。2分。许秀珍选手的最后一支箭。5分。5分。虽然这支箭拿到5分而已哦，不过最后分数是18比6，所以这一回合一样是由许秀珍选手拿下了2分的积分，合计6分的得分，也恭喜她拿下了女子组的金牌。许秀珍其实蛮明显，她的动作以及她的手感有没有熟悉度就比较高。那她来自于桃园的选手。那桃园其实他们这10年的一个身上射箭的发展其实是很成熟，所以他们甚至已经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身障射箭的比赛。好，所以我们恭喜来自于桃园市的许秀珍选手拿下了金牌。那来自于台北市的陈兰怡选手也很棒哦，得到了银牌。所以老师刚刚讲到这个桃园市有一个身障选手的这个射箭的专属的场地，所以这个场地当然对于选手来说训练上就可以有比较好，而且也比较长的训练时间。对。所以目前全台湾是只有桃园市有这样的。还有就是台中，那我讲所谓的专属啊，就是说一般我们台湾的射箭其实都是从就是学生运动，国小、国中、高中3级制到高中这样，然后甚至到大学，但是在身障运动的发展上比较特殊，就是说他们大部分都是就是社会人士，那也就是说由各县市政府去做体验营的推广，然后让身心障碍者没有就是走出户外，然后去选择不一样的项目去体验，然后再来决定他要去投入什么样子的运动项目。对，那可能一个选手可能会去参与2到3项，对，
2到3项，那可能去游泳啊，可能来射箭啊，对，然后去选择他的工作时间以及他的就是这个项目能够训练的时间怎么样，能够跟他配合。对，刚我们在开播前就有跟老师聊到说这个体验营，因为真的对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说，其实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而且除了抒发情绪之外的话，其实走出户外也是一个非常好交朋友的一个方式。对，而且其实，在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能够让他们的一个就是说身体状态，对，能够维持健康。对，因为毕竟他们的运动量应该说运动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平常只有工作的时候，对，其实对他们的身体状况，对，就身体状况上有没有。当然，就他只有在坐轮椅，那其实他运动量一定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少。那他的饮食其实跟正常人一样的时候，对，那他很容易就会有就是造成就是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对哦，那他的就是身体健康会比一般人还要来早的那种。那其实如果对就是身心障碍运动的时候，其实让他们去多接触。甚至他在这个运动上找到成就感，对，甚至还可以为国争光，其实也是一种，也是让他能够在，就说走出户外以外，还包括说在出来参与这个运动的时候，可以跟一般人一起参与互动，对，那也就是让我们一般人可以去帮助到他们，那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互动，然后感觉到说，这个社会的和谐这样，对。所以这个比赛对所有的选手，不管任何项目都是非常重要的。对。现场裁判邱淑敏，尤其这个2年1度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就是一届办的比一届还要更盛大。对。全中准备。而且对选手来说，这个有转播比赛哦，这个比完赛之后，这个画面都可以留存一辈子。好，待会要来进行的是男子组的金牌战。是反举弓项目的男子组铜牌战铜牌战。对，这是嘉义市的选手，他也曾经去过，代表过2018的亚运国手，对，那曾荣辉就比较熟面孔，对，7分。偏左的8.7分。8.7分。2018应该是雅加达。对，雅加达亚运。对。然后曾荣辉选手其实他取得今年的帕拉7分奥运的门票。对。曾荣辉选手。对，就已经拿到今年帕运的门票。对。9分6.9。7分6.7分。林玉生选手其实他的弱点就蛮明显，就是他的高低的不稳定性有没有？对，比较明显的不稳定，就比较下面一点。对，就是他的8分上下左右。那像曾荣辉他的高度稳定有没有？就会比较先持得力这样。对。好，所以在第一盘是由曾荣辉选手拿下了2分的积分。分数上是24比21。目前第一轮结束，成绩显示由第一把曾荣辉以2分的基点暂时领先。我刚才也有在这2天，其实在场地上这样子看骑士哥的选手，我跟曾大哥聊天，是曾大哥参与的多久？25年。哇，25。对，1998年的时候开始参与射箭运动。他现在应该65岁了，64岁、65岁。哇，真的？对，看不太出来。对，有运动还是有差。对啊。对。曾荣辉选手超过60岁吗？对啊，他超过60岁啊，应该64、65了。
所以参与运动项目接近20多年哦，那看得出来他的身心状况都非常的好。对对对。8分，8分，偏低的8分。所以这是嘉义市的林玉生选手的第一支箭。8分，8分，2.8，有压在线上。我跟他聊天，跟曾大哥聊天呢，他就说他现在享受世界。真的看得出来。5分，才11.5分。对啊，林玉生选手应该开始调整他的瞄准期偏高。6分。目前分数上，2位选手是差1分，14比13。5分，9.5。第3支箭，8分，8分。申龙辉在这一盘就蛮明显的，就是偏高。他在移动他的瞄准器。对。按现场其实风向旗也没有什么没有在飘动的情况下，没有。对啊，那其实他在判断上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动作的感觉，有没有可以更稳确定的去做大胆的一个调整。对。所以刚刚在第2盘是由曾龙辉选手22比18，再度拿下了2分的积分，目前是4比0，暂时领先了来自于嘉义市的林玉生选手。那以林玉生选手来看的话，就是这2盘好像箭的，就是高低好像落差比较明显。对，然后就是说，因为其实曾大哥他蛮常出去比赛，有没有？其实上 final 场的机会其实蛮多的。对，不要看他年纪大，他还是很有斗志的。对，所以他其实进 final 场的时候，他的调整速度有没有，会跟一般的选手调整速度有没有，一定也相当的不同。那林玉生选手其实蛮明显的，其实说，他在作为一个就是说掌握，就他的箭的弹着点有没有中间偏左有没有，这掌握速度，因为刚好看他还在调整瞄准器，对，后方的教练有给他就是一些指示这样。8分，好，8分。所以这2支箭对现在落后的林玉生选手来说就非常的重要。8分，11.9，还有11.8，8分。9分，9分，8.9。现在是同分的情况下。对。两边都是17分的分数。第3支箭，10分，10分。好，这是林玉生选手在这场比赛第1支的10分箭，来的恰到好处啊，非常及时。9分。所以恭喜林玉生选手拿下1盘，对，拿下了2分的分数。对，现在4比2。最后那第3支箭太重要了，10分的满分，让他得以延续比赛。最后一支10分都会出现在最后一支，神奇的10分，神奇啊！所以您过往比赛的时候也蛮常会这样，就是在第3支箭，就是会设下10分，还是说因为毕竟10分对选手来说非常苦嘛，但是也可以设在第3支箭，代表说他可能在前2支箭过后调整的状况是还蛮不错的。
也相对是给对手压力啊。对，相对是给对手压力。对。现在要来进行第4盘的比赛。我们来看林玉生选手怎么把握住，对，后面的机会。7分，偏低的7分。对。曾大哥的一个动作攻的稳定性其实相对就比较高。8分。就看起来曾大哥的这个动作都非常的稳定。对。他的攻的摇晃度，对，摇晃度就比较高一点点。9分。8分。8分。现在同分。又同分了，16分，第3支箭。看有没有神奇的10分救了他。林玉生选手的第3支箭，有办法射下神奇的10分吗？哎呀，3分。哇，3分。曾龙辉选手曾大哥的第3支箭，9分。哦，9分。所以曾龙辉曾大哥在这一回合的3支箭都非常的稳定。对，因为他的箭着点没有箭着点的一个3步面，曾大哥其实他的稳定性其实也是比林玉生好。所以待会在这个把前裁判确认完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由画面上现在看到的桃园市的曾龙辉曾大哥拿下了本次男子组的金牌。用把前裁判确认，我们恭喜第1把。好，把前裁判确认完了。恭喜桃园市的曾龙辉选手曾大哥拿下了男子组的金牌，非常不简单一路进行到了最后 final 的比赛。那这个林玉生选手其实也很不简单，在落后的情况下，最后其实还有得到2分的积分。尤其是他在那个，当然了，一路能够爬上金牌赛，其实就是这种肯定。没错。好，所以在这个回合，曾龙辉选手来自于桃园市的曾大哥是拿下了男子组的金牌。好，所以在上午的4个牌数就是女子组的铜牌跟金牌，还有男子组的铜牌跟金牌都已经产生了。这是上午的项目，那上午的话是反曲弓，所以待会在我们休息一下，下午的时间会来进行的是复合弓的项目。好，所以以现在就是前面进行完的这4场比赛，不知道老师对于下午的比赛会给选手什么样的建议？当然，其实，在下午的话，其实今天的风向都是相对蛮稳定的。那其实下午的话，其实大概就会比较，就是说在天候上可能有点毛毛雨的时候，那选手可能抓板机啊，可能会得一个手感，其实还是会有跟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差异，会有一点差异。对，因为我板机下雨会滑动嘛，对，那这个时候也是考验射手平常训练的时候有没有训练到这一环。是，好，对。OK， 好。所以上午的比赛也非常谢谢陈立如老师的讲评，谢谢。然后我是周伟林，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午的比赛再会了，拜拜，谢谢。